围准备。报告，吴长官来电。吴长官，我是黄正成。正成，情况怎么样？遭到敌人猛烈阻击，请胡长官放心，我正在组织兵力，争取尽快突破共军的阻击，以解王耀武关阙之围。好，正成，两军对决，勇者胜。我已经派飞机入阵，装甲部队很快也会到达。谢谢你，胡长官。向西，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出一个缺口，更快！是。周希汉吗？是。你知道负责阻击黄正成西进的是哪个团呢？是第30团，他们那里压力最大。黄正成正在全力向西突进。好，我直接和他们通话。是。给我接30团。喂，我是啊，你是谁啊？是彭科长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锋了。伤亡情况呢？伤亡很大，我们还有预备队。好，现在敌人调来了装甲部队，试图用坦克在你们正面的位置打开一个缺口，你们有准备吗？请报告陈司令，人在阵地在。吕东，吴长官来电。吴长官，正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共军的抵抗十分厉害啊！一定要尽快脱离陈赓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陈赓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请胡长官放心，天下第一旅不会让你失望。吕东，王长官电话。吕东啊，陈赓主力已经突进关阙村，我部伤亡惨重，请火速派兵增援。王亚武，你谎报军情，你碰到的是哪国的陈赓？老子碰到的才是陈赓的主力。吕东，共军的攻势很猛烈，可能是总攻开始了，再不增援就可能全军覆没。正成，正成，正成，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副司令长官，我军已退守陈堰，据侦查，西面的共军已无后备力量。我将亲自督战，再组织一次冲锋。一旦突破西线，不但可以解福山之围，还可以对陈赓的主力形成反包围之势。好，很好，我已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哼，要西线。是。喂，我要西线。喂，喂，喂，西线吗？喂，电话不通。司令员，要不要从李成方部派兵增援？来不及了。再说李成方旅对关阙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正成，中国子弹能活捉陈赓。我向委座给你报功，给你加官晋级。中央来电，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天下第一旅。潘官，到。我命令你亲自赶到西线，组织兵力，无论如何也要堵住黄正成的突围，为确保全歼黄正成部赢得时间。
营长已经牺牲了，我是代理营长。我是纵队的作战科长涂尼坤。陈司令员让我通知你们，敌人坦克开道，将从你们阵地突围。走。是。我知道你们营只是协同作战，没有重武器，不担负主攻任务。但情况危急，陈司令员命令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放心吧，坚决执行命令，把第一线活着的同志集中起来。是，走。保护组，跟我上！营长，让我去吧！不行，我来！营长，小心点，小心啊！第二保护组，跟我上！营长！这个黄正成打了将近10个钟头了，一点都没有前进。胡长官，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捕捉到陈赓的主力，可他却抓住了战机，在蚕食我们的第一旅呀！报告，福山来电，我2个旅在西索岭遭到共军顽强阻击，无法前进。看来我的天下第一旅真的要栽在陈赓手里了。马上命令黄正成的部队迅速后撤，退守陈堰，等待援军。我们顶不住了，陈赓的部队火力很猛，我进退两难呐！他妈的，陈赓从来就不按牌理出牌。我已经调整部署，派出了增援部队，你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是。好啊，这个胡宗南开始骂街了，自己把仗打输了，还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我看他在黄埔那几年算是白上了。喂，啊，司令员，李旅长。程芳，是不是要报告好消息啊？我们已将关雪村的敌人全部歼灭，敌团长王亚武在村西南被我部击毙。好，赶快打扫战场，佛晓前撤离关阙。你们解决了战斗，我就有预备队了。告诉周希汉，佛晓前解决战斗。是，明白。你转告陈司令员，让他给黄正成准备早饭吧。走。
找到黄正成没有？没有，有一个俘虏讲，黄振成好像被炸死了。1947年1月，陈赓纵队与王震纵队共同进行了汾孝战役，取得歼敌1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战中街村之战中，第32团第9连在进攻中，由于战场指挥员战术指挥失当，在敌侧翼火力袭击下，全连壮烈牺牲。我为什么没有让你们打扫这块战场？为什么？你们看一看，整整一个连呢。连长的位置在哪里？在连长应该在的位置。说得好。指导员呢？在指导员应该在的地方。我们战士的队形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有没有一个战士的头是冲着后方的？没有。敌人的机枪暗堡在哪里？在我们的斜侧。站在这里，你们看一看，选择从这个地方冲锋，到底对不对？不对。严防敌人的侧射火力，是我们指挥进攻战斗的常识。可我们团一级的指挥员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置9连于死地的关键。
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勇敢的战士。冲锋时受伤倒下了，眼睛和枪口始终冲着前方。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儿女，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呢。虽然整个战役我们胜利了，可是由于我们指挥上的失误，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打了个败仗。打中间村的教训，我们每一个指挥员都要汲取。司令员，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我错了，你处分我吧。我问你，你怕不怕死？不怕。想不想把仗打好？想。那好，有这2条，我就不处分你了。我不处分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在心里已经把自己给处分了，你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是不是？是。大声点！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胡宗南部进占延安，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指挥着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北作战。同年6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刘邓大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鲁西南抢渡黄河，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3日拂晓，陈谢集团主力在济源长泉渡、平陆毛巾渡抢渡黄河，腰斩陇海铁路，国民党军防线全面崩溃。陈赓的部队南渡黄河，从洛阳到陕县，300多华里的防线一夜之间全部失守。共军这么大的行动，难道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现在必须命令胡宗南主力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从陕北战场南撤回援。另从围攻大别山刘邓部队的部队中，调整编第3师、第15师、第41师和青年军第206师各1个旅，连同援助洛阳地区的守军4个旅，组成第5兵团，由李铁军指挥。以新编第1旅、第135旅、第27旅、第167旅和青年军第206师一部共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靖公署的谢福三指挥，与李铁军所部东西夹击陈赓部队，或歼灭，或赶回黄河以北，打通陇海铁路。我们的第12旅和第38军要大胆地向陕南和鄂北挺进，只准进去，不准出来。牢牢地牵制住胡宗南进军豫西的兵力，尽可能把他的兵力拉到陕南、鄂北去，为我军和刘邓大军争得休整的时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谢兵团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东面实施佯攻。主力向西对灵宝、陕县、卢氏等城发起攻击，而后又隐蔽东进，攻克偃师、孟津、伊川等城，逼近洛阳。
陈谢兵团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作战，割断了国民党胡宗南与顾祝同两集团的联系。西安一日三惊，洛阳准备巷战。寿山啊，这次延安之战，你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劳苦功高啊！那也是委座的栽培。报告，进来。前方来电。陈赓的部队出现在平汉路以西地带，连续攻占登封等10余座县城。10月下旬，国民党军李铁军、裴昌会两兵团东西对进，试图在陇海路夹击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突然挥师南下，在伏牛山东路、平汉路西侧发动攻势，连克宝丰、鲁山、南诏、登封数城，在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又是这个陈赓，我看现在必须让李铁军转身回撤，在临汝、鲁山、宝丰等县与陈赓的主力决战。立刻接李铁军。什么？再说一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追了陈赓那么久，连他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命令部队立刻回撤。司令，我们已经追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撤。我们所追的，并非陈赓的主力。喂，校长。是，我已经想到了，立刻出发。您放心，我的第5兵团有7个旅，而陈赓只有5个旅，并且他已经连续作战2个多月，在短期之内，他不可能收拢作战。如果此时决战，我军必胜。现在李铁军从我们屁股后面追上来，他的兵力非常充足，想要和我们一决高下。现在我们的兵力是扭到一起了，这个仗不太好打。我现在拟定了2套作战方案，请大家考虑。方科长，到，你来讲吧。是。第一方案，我军派2个旅奇袭临汝、夹县，威逼许昌；另以2个旅奔袭宝丰、方城。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把握性比较大，敌人在每个县城的驻军多则700-800人，少则300-400人，好打。但是不利之处是我军不利于集结。部队过黄河以后，连续作战2个多月，比较疲劳。如果李铁军的部队一旦赶上，我军很难集结主力与之作战。第二个方案是派1个旅袭击临汝、夹县，威逼许昌，把李铁军的部队引诱到汝河以东，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深入到鲁山、南诏和方城一带。在这一带，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主力可以得到短期休整，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奇袭临汝、夹县的战斗，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如果5天之内不能打完，李铁军的部队一旦赶上，我军就可能受到内外夹击的危险。这是司令员提出的2条方案，请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第2个方案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我也觉得第2方案比较好。哎，老陈啊，这一仗交给我打。嗨，司令员，这一仗交给我们旅吧，5天之内保证完成任务。司令员，我觉得这一仗应该交给我们旅，我们对临汝、夹县一带比较熟悉啊。哎，那我觉得还是应该给我们旅。不，应该交给我们打。哎，不能交给你们旅，因为我们也可以打吧？凭什么交给你们啊？司令员，给我们旅吧，给我们旅来打，让我们来打。对，应该交给我们旅。刚刚修正完，我们旅可以。司令员，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是啊，这一仗我们来打吧。司令员，还是交给我们旅吧。司令员，保证完成任务，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对，哎，谁打都一样。不过，打村落战、攻城，还是20团比较有经验。
叫10旅的20团打吧。20团打凌辱，另外2个团奔袭夹县。太好了！周兴汉，看来让你不抽烟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你去打仗。西汉，你的担子不轻啊！这次李铁军来势凶猛，你一定要做到战前顾后。他们现在是亡羊补牢，已经接受了教训。7个旅集在一起前进，这一仗可不容易啊！老周啊，你当心李铁军摸你的屁股。俗话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就是老虎。李铁军呐，他不敢来摸的。好了，现在我跟大家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使用电台。各旅要派中小分队，将敌人占领的各个县城，通往洛阳、郑州、许昌、南阳的电话线全部破坏，以迫使敌人用电台联络，以利于我军收听或破译，掌握敌人的动态。据侦查，陈赓主力向临汝夹县集结，准备对夹县发起进攻。下一步像是要夺取许昌。命令部队加紧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夹县挺进，全歼陈赓部队。是。我们走。从陇海铁路南下的敌李铁军部紧追不舍，陈赓制定的牵牛计划开始实施。11月14日，陈谢兵团以1部兵力伪装主力，向镇平、内乡、西峡口攻击前进，将敌主力向西引入伏牛山，将敌拖垮，伺机歼灭。我主力则实行金蝉脱壳，以隐蔽的动作向北、向东转进，沿平汉路西侧展开，与挺进中原的另外2路大军刘邓、陈粟大军配合作战。命令部队把架势给我拉开，每2个排进驻一个村子，每个班都要修灶台，不做饭就烧水，不烧水也要拿烟熏一熏。是。这样还不够，都在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尽量弄得声势浩大。是。南诏以南40公里处发现共军主力，仅一个村子就有数千人。这里，司令，我们要不要追上去？派一个旅上去试探一下。告
拉开距离，放慢速度。这样一来呀，我们走几个来回，李铁军会以为我们有10倍的部队呀。实际上，我们不过5、6千人呐。拉开距离，拉开距离，放慢速度，拉开距离，放慢速度，放慢速度，向后转。哎，你们几个小同志啊，谁给大家来一个啊？我们一起来。好，来，好。李铁军好大胆，一心想把田一照。陈赓首长指挥妙，将计就计把牛牵，牵牛牛就跟着走，把他牵进了伏牛山，戳得他精疲力又尽，一刀杀死大会餐，大会餐。好，再来一个吧，来一个，好，再来一个，好。崎岖的山路陡又滑，就怕摔跤磕掉牙，磕掉牙没有啥，革命胜利镶金牙，镶金牙。好，太好了，好，好啊，说的太好了，说得好啊！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谢谢。同志们，敌机来了，赶快隐蔽，快隐蔽，隐蔽！队长，放下！健将不如激将啊！通知陈刚，继续前进，给我攻打镇平。顶住！喂，李司令，李司令！共军主力火力很猛，我们根本顶不住！万望增援，万望增援！你再坚持一下，你再坚持一下，我马上派兵赶往镇平。我马上派兵赶往镇平。总算把牛给牵住了。你继续监听李铁军部的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们一定要把最准确无误的情报传递给陈康，让他们相机行事。要做到既不能让牛脱缰跑了，又不能让牛给顶住。是。命令部队出发！现在陈赓的主力已经被我军包围在了这个小小的余光口，我不信他能冲得出去。李司令，我们对陈赓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传令加速前进。进山已经半个多月了，我们虽然和共军有过几次接触，
但并没有杀伤多少共军，倒好像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报告，南京来电。平汉路800余里遭陈赓主力破坏，23个县城被攻占，卓拟部立即撤出，遭陈赓主力破坏。陈赓主力？难道我们追的不是陈赓主力？司令，我们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追了半天，竟然不是陈赓主力。撤，立即撤！司令，我们一路长途跋涉，都已经疲惫不堪了。你看，是不是明天？放屁！连夜撤，爬也要爬回去。是。首长好。哎，你好，司令员。司令员。哎呦，陈康啊！司令员，你打得漂亮！你们把肥牛给牵走，又把瘦牛给赶回来了。当时我确实有些紧张啊，就怕你们被牛给咬住啊。纵队提供的情报很准确，也很及时。我们又主动出击，安全的很，也主动的很，怎么会被牛咬住呢？啊！你们牵牛有功，应当参加宰牛作业。牛是你们牵的，应当让你们吃点牛肉慰劳一下，不然你这个陈康又要说我怪话了。司令员，我可是坚决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啊！可是要没有我的牛肉吃，那我可不答应啊！你看，我们已经向中央军委请求华东野战军协助，共同歼灭这股敌人。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这个请求。现在我们这2支部队就准备在绥平、西平2线地区迅速集结，那里将是我们最好的宰牛场啊！好啊！我们陷入共军重围了。李英才参谋长、王副参谋长、第3师师长，他们都怎么了？他们都被共军俘虏了。快，司令，我看我们还是跑吧。村子后面有个地道，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这是什么衣服？司令，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快！我李铁军办事英明，被你陈赓毁于一旦。国民党李铁军兵团自组建以后，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在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寻找陈谢兵团决战，在陈赓的牵牛战术下，仅仅1个多月就被拖垮歼灭。2个旅长被击毙，兵团参谋长、副参谋长、第3师副师长2个旅参谋长被俘虏，仅兵团司令李铁军只身逃走。洛阳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中等城市进行的一次攻坚战。这次战役，陈谢兵团与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等部共1.8万余人。豫西、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原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人民解放军的手中。什么？龙门失守了？龙门失守了，你马上给我夺回来嘛！
交枪！我杀！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别杀我！出来！都出来！我是营长，1天没吃东西了，准备吃完这顿饭，马上就投诚当八路。1948年秋，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打击下，国民党军将分区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在华东战场，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收缩兵力，固守点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屏障南京。中央军委决定，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战役实行统一指挥。在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实行1点2线的部署，以徐州为中心，陈兵于津浦、陇海2条铁路线上，试图1点受到攻击，多面快速增援，让人民解放军攻不动、咬不烂。国民党军精锐部队黄维兵团也由华中赶来。人民解放军决心首歼徐州黄百韬兵团，同时攻克宿县，割裂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就地全歼国民党军这一重兵集团。陈赓啊，你的指挥部搞得很排场嘛。那我就把这个作战室送给各位首长。你这个鬼陈赓，串着弯子说话，是不是想到前线找你的老同学黄维打一仗啊？希望各位领导能够批准我这个请求。歼灭黄维是淮海战役我军决胜的一个关键。解放战争以来，你们的部队打得很好。据我了解，你们还没有打过大的阻击战吧？只要组织好、准备好，阻击黄维兵团应该不成问题。等阻击一个阶段，你们的部队还要担负主攻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我陈赓一定保证完成任务。这个决心下得好。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同意你马上返回4纵，直接指挥消灭黄维兵团的任务。等你们打了胜仗以后啊，我陈毅亲自给你们打电话祝贺。我们纵队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完成总前委交给我们的任务。黄司令，弟兄们辛苦了。黄司令辛苦。坐下吧。各位，自接到南京北上增援的命令以来，我兵团昼夜兼程，连续突破了共军郭河、淝河2道防线，进展神速啊！再有1天，就可以经南平集大桥，越过最后一道防线——快河，直抵目的地宿县。报告，前方来电，念。据飞机侦察，在南平集一线发现共军主力，敌人攻势修得很密集，沿快河南岸展开，大约30里，可能是陈赓的纵队。快河南岸，你没念错吧？没错，是快河南。要不要再核实一下？不用了。陈赓一向是故弄玄虚，什么在同一地点2司设伏之类的，不用去管他。黄追急，黄维兵团陷入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遂构筑环形防御工事，依托优势火力固守待援。陈赓指挥东集团对敌发起强攻，起初均未奏效，部队伤亡很大。
太猛，我军进攻受阻啊！你们的火力组织的怎么样？我军火力组织还好，但是地形太开阔。冲锋出发地距敌人前沿阵地离得太远。周兴汉，立即停止进攻，撤回来！立即撤！我们不能再拿战士们的生命开玩笑了，不能再重蹈中间村的覆辙了。是。撤！什么？撤！是。喂。是。是。司令员，总前委电话，询问我们为什么停止攻击，而且还命令我们东集团必须于29日发起总攻。给我电话。司令员，您还是冷静些。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可我有建议权。可是命令已经下达到部队了，我可以向部队收回成命。司令员，你就这样。我是陈赓。陈赓啊，命令你部必须在29日发起全面总攻。我认为29日发起总攻不现实，我请求总前委推迟进攻时间。为什么？我需要向总前委说明，敌人攻势非常坚固，不能再硬冲了。现在有2种打法摆在我们面前，第一种是野战进攻打法，这个打法看起来好像很快，但损失很大。另外一种打法是搞进坡作业，挖交通壕，把冲锋地点和火力阵地向前推，经过周密的火力准备，然后再发起冲锋。这种打法把握性大，损失小。不过需要时间，请一定给我几天时间。黄卫兵团还是有两手的，进攻不成他就转入防御，而且转入速度非常快，攻势和火力也配合得非常严密。所以从今天开始，进坡作业改在晚上进行，让每个同志带上枪和手榴弹，武装开挖工事，尽量接近敌人。作业时加强火力配备，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部队以每人10米的距离，尽快挖出卧设工事。然后再深挖成跪式掩体，最后挖成齐胸的立式掩体，努力向前挖，然后再相互打通，最后连接成一条主干交通壕。主干交通壕必须能让人直立扛着东西走，能够运送炮兵、伤员和弹药。旁边还必须有辅助交通壕，供我们的突击部队运动。各主干交通壕之间再用横的副交通壕连接，以便相互支援。司令员，什么危险？司令员，我一定要亲自上前线视察。司令员，哎，司令员，
司令员，司令员，我们的进迫作业已经抵近双堆集了。我在前面亲自扔了一颗手榴弹，已经投进了敌人的外壕。好，战玉生到。总攻开始的时候，就由你们旅担任主攻。是。指挥员上前线有2大好处啊，第一是振奋军心，第二我也为之一振呐。时间紧迫，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2天。不行，2天时间太长，我最多给你1天时间，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的前线。是。快点！同志们，快点！赶快进入阵地！快点，快点！速度快点，快！进入阵地！总攻开始！在双堆集围歼战中，陈赓担任东集团总指挥，统一指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作战。担负主攻任务的第4纵队共毙伤敌军长以下1.9万余人，俘敌近10000人。停一下。陈大哥，来信收到，所说建议，弟深有同感，愿于配合。望速来人约定停火及我部行动路线和接收事宜。弟，熊寿春。找个地方掩埋起来，再给他立个碑，将来好让他的家人能找到。谢陈司令。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人，把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敌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在碾庄被击毙，敌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徐州以西被击毙，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在双堆集被俘。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在陈官庄被俘。
司令员，别再想打仗的事了，早点休息吧。西汉，你看看，这上面到处都是我们解放的地方，国民党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是啊，中国的老百姓就要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这些军人们也再没有大仗可打了。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天险，向江南进军。4月23日，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驰如飞。不一时，船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屈指一算，我这是第4次来南昌了。第1次应该是南昌起义吧？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我逃离南昌。第2次才是南昌起义，我们撤离南昌。第3次，我是在上海被捕，押解南昌。当时蒋介石就跟我说：“陈赓啊，你救过我的命，我不杀你。”那后来呢？后来，我就跟蒋介石说：“校长，你要是把我放了，你就不怕日后我跟你作对吗？”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啊，如果我陈赓活着，我一定要带着我的10万大军来解放南昌。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对国民党军展开千里大追击。